这一周，世界仿佛在集体上演着强权者的舞台剧，让各国领导人的个性释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美国，川普政府提出了大美丽法案，在这个国家2万亿巨额赤字和巨大贫富差距下，继续给富人减税。政府对移民的强硬驱赶，也导致了洛杉矶街头的动乱，军警和市民对峙，恍如战场。在俄罗斯，一种突如其来的自信笼罩着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军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乌克兰东线高歌猛进，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中东，以色列将数百万无辜平民围困起来，断水断粮，让人道主义灾难就在世人的眼皮底下活活上演。最近又开始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中国倒是没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地对意识形态加强控制，只不过大数据的不断完善和运用，让这种控制变得更加有效而已。如今更是用上了人工智能，恐怕对6·4的历史记忆删除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让人感叹的是，这个世界的大国领导人人文精神的缺失变得越来越明显，语言简单粗暴，观念封闭保守。不知道这是文明继续进步前的一次螺旋式退步，还是人性的自私和狭隘在上层建筑的一次集体合唱。不过贬低和责怪这些领导人，将一切混乱归结于他们，其实并不完全公平。他们只不过是不同地区的人们集体意识的一种延伸。不过既然说到国家领导人，历史上的这一周倒是有一个极为出名，或者说臭名昭著的皇帝去世了。他就是死于公元68年6月9日的罗马皇帝尼禄。尼禄是暴君这个词的古典原型之一，他常被用来比喻那些权力失控、自恋残暴的统治者。他弑母杀妻，逼死自己的老师，滥用酷刑，残暴弑杀。他既是对艺术的狂热者，也被认为是罗马历史上最堕落、最自恋、最具破坏性的皇帝之一。我之前提到的各国领导人，如果我们对他们有不满，在尼禄面前就不值一提了。做更坏的比较是我们正常的一种心理安慰方式。与其控诉现代强权的冷漠，不如让我们回到历史深处来讲讲尼禄的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转移一下厌恶和疲惫的情绪。公元37年，在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奥古斯都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去世之后，罗马帝国迎来了第3个继承人卡利古拉。这个以荒诞、残暴、猜忌和疯癫著称的统治者，将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在权力斗争以精神错乱中翻滚的王朝。尼禄就出生在这个辉煌而混乱的时代。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是巩固了罗马天下的名将日耳曼尼斯库的女儿，也是当今皇帝的亲妹妹。出生在这样显赫的家庭，尼禄注定会被卷入到帝国的政治漩涡之中。但就是这么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却有着非常破碎的原生家庭。尼禄的父亲是一个粗暴、酗酒、嗜杀成性的贵族，他经常喝醉后斗殴甚至杀人，连在贵族的聚会中都会引起各种暴力事件。对于年幼的尼禄来说，父亲的存在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完全无法给他安全感。而他的母亲则是另外一种极端，控制欲非常强烈，冷酷又极具政治手腕。她不是普通的母亲，或者说她不甘于做一个普通的母亲，她要把儿子变成一张通往权力巅峰的门票。原生家庭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往往深刻到难以觉察。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家庭是我们内心剧场的起点。我们小时候如何面对父母，争取关注，学会隐藏自己，这些经验会变成性格的一部分。如果在一个控制、忽视或冲突频繁的家庭中长大，孩子可能会在日后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不信任、过度讨好或者压抑情绪。而命运并没有给尼禄太多的家庭温暖的机会。皇帝卡利古拉看出了姐姐阿格里皮娜的野心，怕她参加政变，于是就果断地放逐了她。年仅2岁的尼禄就这样失去了母亲的照顾，被留给了那个不靠谱的父亲。而不久，酗酒好斗的父亲也死于疾病和暴力。尼禄就由家里的奴隶、舞者和理发师共同照料。
在那个以血统为荣的罗马帝国，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失去了父母的尼禄，在他学会说话和写字的年纪，就已经明白一个道理：活下去靠的不是爱，而是斗争。不过，就在他孤独无助的童年里，命运出现了一次反转。皇帝卡利古拉被元老院刺杀，而尼禄的外叔公，也就是他母亲的叔叔克劳狄乌斯，成了新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继位，立刻将流放在外的尼禄的母亲接了回来。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回来之后，既没有眼泪，也没有感激。流放让她更加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所以她只有一个决心，要扶持儿子登上罗马的顶峰。她要重塑家族荣耀。这个女人的归来，给尼禄的生命重新按下了启动按钮。母亲可以说是尼禄权力人生的第一个导演，她造就了尼禄，也为自己和尼禄的悲剧种下了苦果。阿格里皮娜想了很多计划，但是要让尼禄登上皇位，这个复杂的权力拼图的核心就是当今皇帝他的亲叔叔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是一个奇葩皇帝，他结巴笨拙，一度被家族当作废物藏了起来，但恰恰如此，他才逃过了前朝的权力清洗，意外地当上了皇帝。他外表温和宽容，其实非常的精明，他的残暴也不输任何前任。他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极其残暴的刑罚，牢牢地控制着手中的权力。所以阿格里皮娜知道和皇帝正面争取毫无胜算，他思前想后，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用古老的美人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谋划了一桩载入罗马史册的不伦婚姻，嫁给自己的叔叔。阿格里皮娜有着非常强的政治魄力，他一旦决定了就会义无反顾。为了这桩婚姻，他不惜说服了克劳狄乌斯，当然这也不用费什么力气，关键是他成功地修改了法律，突破了叔侄联姻的伦理禁区。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克劳狄乌斯正式收养他的儿子，让尼禄变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除此之外，他还做了更狠的一步，他让尼禄与克劳狄乌斯的亲女儿奥克塔维亚订婚。虽然两人只相差1岁，但却是血缘上的姨母和侄子，法律上的兄妹。这种不顾伦理、惊世骇俗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尼禄更深地嵌入皇族血脉。这种政治联姻表面上是为了家族团结、皇族血脉纯正，而实际上却是阿格里皮娜把控皇位的关键一步。除了不伦的联姻，阿格里皮娜还为尼禄扶植了一文一武2个靠山，一个是布鲁鲁斯，罗马帝国的禁卫军指挥官，手握兵权；另一位是塞涅卡，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演说家，被任命为尼禄的私人教师。一个是军队后盾，一个是道德门面，这就是尼禄未来的顾命大臣。当母亲做出如此复杂布局的时候，尼禄还不过10几岁，他对这种宫廷布局懵懂无知。他其实非常讨厌当今的皇帝，他和叔公或者说他的继父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老皇帝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喷口水，说话又慢又重复，而尼禄的母亲却巴不得他无时无刻不在皇帝身边出现。尼禄喜欢骑马，喜欢表演，写诗，但是对于尚武的罗马，这些爱好在贵族圈子中被视为是软弱或者不成熟，所以他的继位之路并不平坦，充满了风险。也许是受够了皇帝的邋遢，也许是对儿子前途的担忧，阿格里皮娜决定是时候送皇帝上路了。据古代史学家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在一次晚宴吃下了阿格里皮娜安排的毒蘑菇后，导致呕吐和昏迷，最后在一个装满毒药的羽毛的帮助下被人为催吐而死的。后世史学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明确的，皇帝死了，尼禄继位了。尼禄继位的时候只有16岁，这么年轻就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皇帝，他自己当然也非常的兴奋，对母亲充满了感激。当晚他给禁卫军下达的口令就是最完美的母亲。我们读过很多对权力极为狂热的历史人物，现实世界也随处可见。权力的吸引力对于普通人而言有时候很难理解，尤其像阿格里皮娜这样不惜突破伦理界限的做法。他对权力的执念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既不是疯癫，也不是纯粹的邪恶，
而是源于对存在感与安全感的依赖。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人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持存自身，这是最基本的存在逻辑。而在权力结构里，持存往往意味着控制，意味着必须比别人更早出手，更狠决策。在这一点上，阿格里皮娜的行为不过是这一生存逻辑的极端呈现而已。在斯宾诺莎的语境里，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在努力地维持自己继续存在下去，不灭亡，不崩解。这个努力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比如说石头想保持静止，植物向着太阳生长，人类追求安全和自我实现，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本能：不消失，不被破坏，活着，保持完整。我们不知道阿格里皮娜被哥哥放逐期间经历了什么，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他归来后的极端行为显然传递了他对于生存和权力的理解。尽管母亲为自己夺得了皇位，但尼禄很快就发现，完美母亲绝不甘心只默默地做一个守护者，她真正想要获得的是对权力的绝对掌控。一场母子之间的权力之战也随之拉开。尼禄登基那年才16岁，年少英俊，又身穿黄袍，一时间成为了帝国的新偶像。他的登基也带着一丝时代的气息。前任克劳狄乌斯的统治冷酷而残暴，而尼禄则向元老院承诺，他要恢复罗马共和国的精神。他向百姓分发金钱与礼物，还宣布释放部分政治犯。宫廷终于从一个暮气沉沉的老酒鬼手中交给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人民欢呼，贵族期盼，而母亲就更加野心勃勃了。政治上，阿格里皮娜牢牢掌握了一切。他在宫中听政，发号施令，甚至逼元老院在宫中开会，好让他能够躲在幕后听他们的谈论。在尼禄登基发行的金币上，他的头像和尼禄并列出现，甚至名字排在儿子前面。这是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母子共治，也是他摄政太后身份的象征。登基之初的尼禄并不太喜欢政治活动，像当时大多数罗马贵族青年一样，他喜欢赛马、诗歌、戏剧和公众的掌声，而不是签文件、听报告。所以他对于母亲对权力的掌控并没有太大的意见。直到他遇到他第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这个女子叫阿克泰，是一位有希腊血统的女奴。阿克泰对尼禄非常的温柔，他也很懂尼禄。他和尼禄的法定妻子奥克塔维亚完全不同。尼禄的畸形婚姻是政治的产物，缺乏情感联系，也饱受世人诟病。而阿克泰则完全不同，他懂音乐，懂诗歌，也懂得如何欣赏一位少年皇帝，给他带来别人无法给予的自信。阿格里皮娜当然不可能接受儿子爱上一个奴隶，对他来说，这完全是对他贵族血统的背叛，也是对他政治野心的挑衅。他公开羞辱阿克泰，并且警告尼禄，如果不放弃这个女人，他就要让尼禄退位，让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继位。阿格里皮娜显然低估了少年的荷尔蒙对初恋的执着。尼禄虽然没有能力公开反抗阿格里皮娜，不过心里却非常的愤怒，也由此下定决心要脱离母亲的掌控。而这个决心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到来变成了行动。这个走到尼禄身边的女人叫波佩亚。波佩亚不同于阿克泰，她是贵族出身，聪明，野心勃勃，也极具政治手腕。最关键的，她知道尼禄想听什么，她不会骂他荒唐，羞辱他软弱，而是不断地给他吹枕边风，告诉他皇帝不该被母亲支配。尼禄很快就爱上了她，并承诺要离婚，然后迎娶她。阿格里皮娜当然不可能同意儿子这么做，就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波佩亚不经意地问了尼禄一个禁忌问题：你是皇帝，为什么干脆不除掉他？弑母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选项，哪怕是在嗜血的罗马帝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无法控制荷尔蒙，还是受过了母亲的操控，尼禄居然同意了。他先是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他邀请母亲出席宴会，然后安排他夜里坐船回府。那艘被冻了手脚的船在行至海中时，甲板突然崩塌，木梁断裂，很快就瓦解沉入海中。但阿格里皮娜的反应也非常快，他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非常机警地让自己的女仆高声喊道：我是阿格里皮娜，然后自己跳海逃生。而那些受命来杀他的士兵闻声果然杀死了女仆，
以为任务完成就回去报告了。那尼禄很快就发现母亲没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跑。不过他的幕僚劝他，在阿格里皮娜还没有形成有效反击之前，再想办法找一些士兵继续刺杀。最后，一位海军将领接下了这份差事。他深夜带着士兵闯入了阿格里皮娜海边的别墅。这时候，阿格里皮娜身边的仆人早就跑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面对这些士兵。当这些士兵冲到他面前，他突然掀开衣襟，指着自己的腹部，对那些士兵说：“从这里下手吧，尼禄就是从这里出生的。”于是士兵们挥刀刺入。随着阿格里皮娜的死，尼禄也自由了。不过这种自由不是飞翔，而是无休止的坠落。弑母这件事如同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跟随着尼禄的余生。失去了母亲的尼禄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政务，他对政务也不感兴趣。比起写政令，他更愿意写诗。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恰好当了皇帝的艺术家。他沉醉于音乐、舞台和神秘的生活。那个撺掇他弑母的情人波佩亚当然也如愿地成为了他的新的皇后。这个皇后当然也不会规劝尼禄，她只会迎合尼禄的爱好，鼓励尼禄继续放纵自我。尼禄的行为越来越出格，他经常身着丝袍，涂脂抹粉，并且夜夜狂欢。他还在剧院舞台上亲自拉琴，在贵族们面前表演悲剧角色。但问题是，罗马人并不认为皇帝该表演，他们尊重军事家、统帅，而不是歌手。尼禄越表演，贵族就越看不起他，而恰是这个时候的一场火灾，彻底将尼禄推向了深渊。公元67年7月的一个夏夜，罗马城的空气像火药一样干燥，城市拥挤，木屋林立，城内的贫民窟更像是一根根堆满了干草的火把。那一夜，一场火灾从城南的商贩摊位开始，迅速蔓延到整条街道，一直到神庙、皇宫，烧了整整9天9夜。而尼禄在火灾之后做的3件事，逐渐摧毁了他所有的公信力。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金宫。大火刚刚熄灭，他就宣布要在原本被烧毁的地区中央修建一座巨大的宫殿，称为金宫。这座金宫极其奢华，占地超过一个城区，有人工湖、旋转穹顶、香水喷泉、金雕嵌壁，堪称古罗马的圆明园。罗马市民们刚刚失去了家园，而皇帝却要在废墟中造梦。这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让人们开始怀疑，这火到底是不是皇帝让点的，目的就是烧出地皮来修建他自己的房子。第二件事就是尼禄将火灾甩给了基督教徒。尼禄是第一个系统性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在火灾的质疑声中，尼禄需要一个替罪羊。他选择了当时非常边缘化又拒绝完全归顺皇帝的基督徒。于是他开始对基督徒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惩罚。有的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的被缝进兽皮里，被猎犬撕咬致死，有的被涂油点燃作为夜灯，在皇帝花园里燃烧。对于民众来说，这些惩罚过于的血腥，哪怕他们不理解基督教，也开始觉得皇帝是不是疯了。第3件事就是他开始像摇滚明星一样巡演。也许是想逃避指责，也许他真的觉得现实太无聊。火灾之后的尼禄开始了艺术巡演。他不再相信治理可以换来掌声，他相信的是表演，是舞台，是听到的实实在在的掌声。他去那不勒斯演出，去希腊参加戏剧比赛，甚至让全希腊4大艺术节提前共同庆祝，只为了他能参赛。结果他毫无悬念地拿下了1800个第1名。这些荒唐的做法让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对他越来越失望，越来越鄙夷，甚至有人开始传播尼禄在弹琴的时候，罗马正在燃烧。历史的判决很多时候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感觉。人类的判断往往源于情感，而非纯粹的理性。哲学家尼采说过，历史并不是对过去的客观还原，而是为了服务现在的一种记忆选择。我们记住的历史往往已经被情绪和立场过滤过了。尼禄并不一定比其他皇帝更残暴，但他做的事触发了罗马人对暴君的恐惧，人们因此觉得他不能被信任。这种感觉逐渐盖过了具体的行为细节。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如何被历史记住，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他有没有让人安心。历史不是一个冷静的审判者，而是一个带着情绪的观察者，而我们也常常是在情绪的驱动下去评判过去的人和事。罗马人对尼禄越来越失望，尼禄也越来越疯狂。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对弑母的悔恨，尼禄对曾经鼓励他弑母的波佩亚产生了憎恨。波佩亚这时候已经是皇后了，但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只是因为一句顶撞，尼禄一怒之下就把她踢死了。这显然是情绪崩溃的表现。之后，尼禄好像疯了一样，将一位长得像波佩亚的男孩阉割之后娶为新皇后。这种做法让一向纵容他的老师塞涅卡再也受不了了，他多次对尼禄劝谏，甚至批评他。然后尼禄就强迫塞涅卡自杀。塞涅卡是罗马当时非常受尊敬的哲学家，他的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68年，一名名叫贾尔巴的地方总督宣布起义，他获得了元老院的军团的支持。他的口号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结束尼禄的统治。而尼禄还没等到叛军攻到城下，就被罗马人宣布为国家公敌，连他自己的禁卫军也背叛了他。听到禁卫军背叛的消息后，尼禄来不及准备，穿着睡衣，披着斗篷，连夜出逃。可是成了国家公敌的他根本无处可去，最后只带着几个忠心的奴仆，藏在城郊一处别墅中。几天后，奴仆给他带来了消息，说元老院决定判处他死刑，并命令将他公开处刑。尼禄这时候已经无法思考了，他问身边人：“他们要怎么杀我？”那个人沉默了片刻，说：“按照你的法律，要先将你的衣服剥光，头上戴着木圈，游街，然后民众会朝你扔石头，直到把你打死。”尼禄听了沉默不语，半天才喃喃地说：“这也太羞辱人了吧。”最后，在亲信的协助下，他拿起匕首刺入了自己的咽喉。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记住历史的话：“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却死在了这里。”这句话不由得会让人联想起隋炀帝照镜子时说的那句“好头颅，谁来斩之”。这两句话都流露出一种临终前的孤傲、悲凉和自我认同的执着。他们都不是恐惧的遗言，而是带着某种扭曲的审美意味，甚至某种舞台感。这两位皇帝生前都曾滥用权力，在危机和死亡来临时，也都用了一种近乎表演的方式，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近乎于一种存在的终极挣扎。尼禄死的时候年仅30岁，他是罗马最年轻的皇帝之一，也可能是最具戏剧性、最极端的一个。古代的史学家几乎一致地将他描绘成疯子、暴君、弑母、杀妻、纵火焚城、破坏基督徒、道德沦丧的化身。中世纪的基督徒更是将他规划为基督教的最大破坏者，因为他是第一位破坏基督徒的皇帝，所以他的统治也成为早期教会殉道的开端。圣彼得、圣保罗很可能就是死在他的命令之下的。到了文艺复兴之后，部分学者想要为他平反，但光是弑母这一项，他就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尼禄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尼禄不是第一个失控的皇帝，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用自恋为自己的命运上演谢幕的领导人。他的一生提醒我们，当权力脱离责任，当欲望凌驾于伦理，当感觉代替了判断，一个帝国的命运就可能在斩身与火焰中倾覆。而我们身处的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强权以情绪主导的时代，希望我们还能保持清醒，既不盲目地仰望权力，也不轻易地随从情绪。历史当然不会给出答案，但它一次一次地把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